作为一名在海外几十年的上海人，说起油条，除了香，还有一种思乡情结。从小就贪吃，眼睛一张想到的就是四大金刚。大饼包油条是一副一副的买，吃饭团里也要包油条，而且会笑眯眯地跟师傅说，帮我拿根老眼的，香，还要多包眼糖。豆浆甜的咸的也要配油条。当然，不论是中国的东西南北，还是海外的各国华人，都有各自的特色吃法。连在地球那一端的西班牙、葡萄牙人都把东方的油条带回了他们的家乡。做油条时，网上那么多配方，究竟哪一个适合你的口味呢？炸油条时，怎么样让它发得好又不油腻？油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关于原理，就请你看到视频的最后。除了要了解配方和油炸的原理，在手工上还有不少细节值得注意。那就先来做一款我喜欢的油条，它的特点是热的、冷的都松脆，而且吃起来还不扎实。那这一段着重的就是手工细节。首先，我们来混合干的材料。它的要点就是要把泡打粉和苏打粉均匀地分布在面粉之中。第二步就是和面，我用的是全脂牛奶，摄氏50度，蓬松剂开始反应。那液体温度太高或者太低，那就是反应太快或者太慢。春秋天的室温水那就刚刚好，夏天用凉一点的，冬天用温热一点的。大多数情况下水分是65%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所处的地区特别热、特别湿，那可以降低到60%。如果你居住的地方特别干冷，那水分就可以适当增加一些。水分是65%，但是牛奶中还有油脂和固体物质。全脂牛奶中87%是水分，我们就要多加一点牛奶。成型之后加少许油，用揣的方法来揉面。揣面1-2分钟，面团就光滑了，把它盖起来。第二次再揉1-2分钟，让面团更光滑。油条的面团不需要太多筋性，不然油炸的时候容易硬，但也不能完全没有筋性，不然没有延展性。我用的是中筋面粉，也有人喜欢用低筋面粉，试了一下，觉得差异不是太大。面揉好了，抹一点油，让它再松弛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。第三步，整形。成型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要防止粘连，油或者是粉，不论是制作的时候防止粘连，还是最后油条的口感，差异都不是很大。而成型中最关键的是要注意擀面的均匀，那油条就不会有的大有的小，或者是一根油条一头粗一头细，这真是一个技术活。至于面片多少宽，它和你准备的油锅直径有关。面片宽度大约是油锅直径的1/3。成型后撒一点点面粉或者抹一点点油，用薄膜纸或者是油纸把它密封盖好。如果是当天吃，放在室温里醒面至少4到5个小时。多数的家庭制作都会隔天把它做好。如果家里的室温高，提前做好就要放冰箱，就是要记得第二天要提早拿出来回温。第四步，我们来做油条，它的要点是轻、均匀和不粘连，所以用擀面杖的时候轻轻地把它走匀。取一把足够宽的刀来切条，每一条到底切多宽呢？理想中的油条，它的切面应该是正方形的，每条面片的宽度大约是这个面片厚度的1倍，再多一点。而且切的时候要用巧劲，一次到位，不要有粘连。如果你在切条的时候立刻它就粘回到一起，那最大的可能就是在揣面的时候用力或者时间不够。如果是油台面制作，直接就可以叠起来。如果是粉台面，你需要一把刷子轻轻地刷一些粉，我用的是写字的大毛笔。叠的时候也是要轻轻的，而且大小均匀的给它们配对。
两片之间也不能有过多的油或者是粉，不然在油炸的时候它容易分开。压的时候要居中，左右均匀，压的力量不能太轻，不然油一炸它就分开。试用了家里各种各样的工具，最好用的还是细长的圆筷子。如果你有店家这种不锈钢的细长棍，那最省力了。压好之后，就用2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的指尖轻轻地拿起来撑一撑。胜利在望，最好把油锅事先热好，而它的关键点就是要保持油温的稳定性。保持温度的一个办法就是油锅要大，一根一根炸。第二个办法就是用厚一点的锅子，最好用铸铁锅。我用了炒菜的大铁锅，虽然它的保温效果比铸铁锅差一点，但是它的直径大，所以油条可以做得长一些。油条要炸得松脆，就需要8成热的高温。如果你想了解为什么，可以看到视频的最后。除非是油炸的老师傅很有经验，不然我们就需要一个温度计。尽量用大拇指和食指的指尖捏着油条。如果你在厨房比较有经验，可以让油条在油锅的表面停留几秒钟，这样油条会更快地蓬松起来，有了浮力，再放手它也不下沉。马上就开始翻面，整个过程中油条的一面都在油锅中炸，快速的加热，同时总有一面在油锅外使劲的膨胀，加热膨胀，加热膨胀，这就是转油条的重要性。形状均匀又不粘连，那炸起来也轻松。膨胀的欢快其实也不怕筷子夹，翻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节奏感。定型之后就不必这样翻，炸到你希望的颜色就好了。自家做油条最难达到的就是薄脆，看看是不是很接近。最后我们来解决一些疑问。第一个，做油条蓬松是用天然的酵母呢，还是用化学蓬松剂？酵母发酵的优点是天然、健康，而且发酵能力强，气泡大。但在做油条的时候，它是有缺点的。一个是发酵时间太长，油条的表面都炸得结实了，但是里面的蓬松度还是太小。第二个，因为气足，所以它的组织很松散，在切片的时候容易漏气。所以用酵母做的油条会比较结实，有点像甜甜圈。所以立竿见影，发酵速度超级快的化学蓬松剂就胜出，而且它的气孔小而密又均匀，不容易漏气。第二个，用化学蓬松剂的时候是用小苏打还是泡打粉还是都用呢？小苏打的化学名称是碳酸氢钠，是一种碱，一不小心如果用多了就会有怪怪的肥皂味。为了避免这个怪味道，传统上就会用酸性的明矾来中和，但我们都知道明矾含铝不能吃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商家就推出了泡打粉。泡打粉是一种酸碱已经平衡好的复合蓬松剂，泡打粉里的1/3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碱性的小苏打、苏打粉，而配的酸性物质是什么呢？各个品牌有所不同。要避免的就是换汤不换药的铝，买的时候一方面看一下它的无铝标签，也可以看一下它的成分。如果在成分里看到有 aluminum 这个字，那就跟他说拜拜。泡打粉里的第3种物质就是淀粉，它作为一种稳定剂。如果你用水来和面做油条，那你只需要泡打粉，酸碱中和，刚好平衡。那什么时候我们既要加泡打粉又要加小苏打呢？就像今天我们用牛奶来和面，用牛奶和面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松脆，牛奶中的脂肪和糖能够让结构更加疏松，同时蛋白质遇热也能够固化，形成更多的组织结构，油条更加松脆。松脆度有了，但是牛奶是酸性的，所以我们要加额外的小苏打来让它酸碱平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不论你选择怎么样使用化学蓬松剂，小苏打的总量通常在面粉量的1%到2%之间。如果你喜欢用水和面，但希望它更松脆，那就加鸡蛋。鸡蛋本身是酸碱平衡的，所以就不需要加额外的苏打粉。
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加鸡蛋可能油脂比较多，所以更松，而加牛奶是更脆。青菜萝卜各有所爱，希望你能够做出自己最爱吃的油条。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油的讲究。首先要选择烟点高的油，比如说花生、大豆。另外，油是越新越好吗？为什么有经验的油炸老师傅会在新油里加一勺老油呢？先来看看油炸的原理。当我们油炸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小泡泡，尤其是新油炸的时候小泡特别多，那是因为食物里的水分子在新油中可以随意的逃离。肆无忌惮的小泡泡，一方面在食物的周围形成一层气膜，其实是阻止了食物和油的接触，减缓了加热的速度。另一方面，大量蒸发的水汽也会更快地降低油温，所以用新油来炸不但上色慢，而且温度的不稳定，造成香脆感也差一些。当你炸了几根油条之后，一部分的水和油产生了乳化反应，有了乳化物质的油能够迅速地把水分子分成小粒，水油的结合更加充分，这时候更多的油能够直接接触到食物。当一半的食物表面能够直接接触到油的时候，是最佳状态。这时候油条才能够迅速升温，不但上色快，而且口感也特别香脆。那油是越老越好吗？当然不是的，反复使用过多的油，乳化的分子会越来越多。你会看到油的表面产生了不少泡沫，油里面的杂质也会产生焦味。小小的油条看似简单，却有很多奥秘。希望能够帮助你做出更棒的油条，也增加一些乐趣。